啊，爱记起赞、搁起订阅，先刷介绍给你所有的朋友哦。 嘿，大家好，我是美食说的芊芊，我现在人正在嘉义。台湾呢虽然小小的，但是呢各个县市的风土民情跟饮食文化大不相同。好歹我也是在嘉义读过5年书的人，嘉义的朋友嘛是真多，而且对嘉义也是略懂。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只有嘉义才有的在地好滋味 ，Go！ 我好久没来火车站了，好浪漫，还有人在唱歌，多棒！太阳好大，躲到阴影处。功课吧，我们会叫家课。家课，比如说要去夜市，我们会说我们去熊店。当展的台语，商业展出的意思，就是嘉义的单行道，只要是2个轮子的，你都可以逆向。我真的觉得只有台北人吃猪血糕还看到恩熙去宁夏人会讲猪血糕呢，好不好？咱敢讲猪血糕。大家有看到这箭头吗？这个是单行道，但是 only 汽车，所以呢，你会看到机车迎面而来，可是它就是汽车单行道。我刚来嘉义的时候，对于这一点觉得非常的困惑。嘉义特色。嘉义人的早餐buffet，而且你知道现在一大早6点，然后就超多在地人来吃，你知道整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像台南他们就是香肠熟肉，那东西吧又分2个派别，有一个是有炸的圆卤肉饭，圆啊，当然是菜啊，菜啊是我从小吃到大，金贵2份，粉肠1份，花枝1份，通常会有西洋芹，它有时候会有五花肉，水煮的跟卤的啦，有时候会有卤的猪肚、小肚，啊跟猪心呐。首先，我们在嘉义一定要吃的吧，肉心吧，其实就是我们的黑白切的意思。然后嘉义的肉心吧，我觉得最特别的是金贵，然后跟荤肠，可是这边没有金贵，我就点了荤肠。然后还有非常多的凉菜，你看不小心就点了超多。我们点了这样一大盘250，然后嘉义的肉心吧，很多都是跟内脏类相关的，主要就是因为早期希望食物可以保存比较久，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内脏全部都清干净之后，然后用水煮直接这样子卖。这边这个其实是鱼头，然后我刚看到在架上。看起来超厉害，我忍不住就点了，但我怕有些人怕鱼头，就先把它转过来。我现在吃这个，这个是猪心，不得了，看起来有多厉害。一大早吃太幸福了。都是吧，我个人觉得一定要现吃，你买完之后一定要马上吃，味道是最棒的。哇，这种推荐我的笋子也好好吃。忍不住就点了最好吃的虾巴，很嫩，新鲜的味道，完全不会扯。然后它的这个猪肉啊，内脏的地方，内脏的味道也完全没有猪膻味，很新鲜。难怪这里这么多在地人，现在才6点呢。必点的其中一个胡瓜汤，哇！太好吃，它里面有大的胡瓜，然后还有这个猪肉跟烘焙。吃起来非常的鲜甜，但是它猪肉外面是有用一层那个面粉下去的，所以它吃起来非常的嫩，口感很好。来吃一下虾仁饭。其实我刚刚有点想点卤肉饭，可是我看到虾仁躺在那里，煎台那边看起来那么漂亮，我就觉得不点它不行。欧咖鱼，它的辣色是那种达胖的类型，然后配上它的虾仁，口感很好，带 Q， 吃起来整体就很合。它跟台南的虾仁饭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路线，好好吃。很多人不喜欢这个，但其实我很喜欢黄色萝卜。早上这样一套，太幸福了吧？虽然说这样的一套有点太多，忍不住就乱点了。大家有发现吗？这里的桌椅的形式很多，旁边的话是那个国小的那个课桌椅，还蛮可爱的。我觉得猪舌因为比较 Q 弹，你在咬的时候去咀嚼次数会比较多，就会比较容易恶心。可这种新鲜就不会，而且它其实没有很 heavy， 很食物原始的那种味道，然后做一下简单的调味，所以你早上吃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好像酱感很重。好快乐哦！现在早上6点本来有点累，这样一吃整个哇精神都来了。哇，这如果在台北我每天都会来耶，你每天早上6点就会看到我在这里，跟地茯苓一样。台北有类似这种的店吗？大家可以推荐我一下吗？觉得好吃吗？
很好吃。9点才有啊，9点才有，难怪我没有看到金柜。原来我刚以为是没有卖金柜，原来是要在9点的时候来才有。很认真在称鱼头，不容放弃的胶质。我会愿意为了这间早起哎。这一间的 Loshima 呢，非常推荐大家来点，尤其是内脏类的，因为这边的内脏类清得很干净，所以吃起来的味道都有那种清甜感，口感也都是刚刚好，完全不会有那种球粒的状态，软 Q 嫩。肉类你只要喜欢吃哪一个，我觉得都可以夹，很赞。荤讲很推荐大家可以试看，因为是嘉义的特色。如果你9点来有看到金柜的话，就顺便夹一下。然后我觉得这一间呢，我目前吃完心目中的标配是 Loshima， 然后胡瓜汤，拜托大家一定要点。然后呢，如果你喜欢称鱼头的话，鱼头也一定要点，因为它鱼头也处理得很好，所以那个胶质哇一咬上去，整个化在嘴巴，超赞。早上如果不敢吃太重口味的人的话，就可以来试试看这一间。然后记得一定要现吃，最赞。嘉义人当然讲北投啊。那如果你听到人家讲说，嘉义的凉面都加美乃滋啊，你会不会生气？我会修正他，还叫北投。嘉义凉面的确是跟外县市的各种凉面都不太一样，包含跟 Seven 都不一样。凉面里面的北投，它只有加在凉面之后才叫北投。嘉义的小吃其实它有自己的一个小宇宙，它跳脱出去之后，你发现跟其他的宇宙好像是平行宇宙的感觉。其实嘉义的凉面是用扁面，外县市吃圆的啊。嘉义人称美乃滋叫北投，北投是美乃滋再加一些东西下去，比如说你买鱼蛋，你要跟他讲说我要加美乃滋，你买讲我头边我要北投，他就会问你说你要北投要导鱼，那个北投就是美乃滋啊。嘉义特色美食怎么可以没有嘉义凉面？北投凉面真的是我内心中的最爱，因为我真的拍非常多次嘉义凉面，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我对它的热爱了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开箱的这一间呢是崇文，就是我之前已经拍了蛮多次的崇文吉卤面的2代店。这家店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呢这是我第一家协助老店转型的店，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我拍了小吃的影片，拍了非常的多，然后也吃了非常多各地的美食。然后我一直觉得有一些很可惜的地方是，有一些老店它历史非常的悠久，而且非常的好吃又具有特色，但因为呢没有人接手，或是因为人力的关系种种的原因，所以就是失传了，或者是说没有办法让外地人可以吃到。所以呢，我们找了崇文一家人讨论，然后展开了崇文近70年的历史味道，然后跟讨论未来的可能性。终于，真的，我们2代店终于完成了。因为我们过程中其实发生了还蛮多状况的，毕竟我们2个团队完全是你知道不一样的类型，其实难度还蛮高，讨论也很久。然后我也非常的谢谢崇文的一家人，非常的相信我。等一下我讲到这个会有点感动，你知道这就是一个陌生人，催婚郎，只是因为太爱他们家凉面了，所以很常会出现在他们家。这是崇文现在最资深的阿嬷，你看到这全新的2代店干嘛呢？有水无？水。你对小明对这间店有没有未来的想象？有信心吼。赞了。阿嬷看起来赞呢。你刚刚看到招牌挂上去的感觉怎么样？很感动，很感动。真的终于上去。你们可以的，你们可以的，加油！爱在元宇宙，爱在元宇宙。那我就来带大家来开箱一下崇文全新的2代店。嗨，我们现在进到店里面的这间有一个跟老店最大不一样的地方呢，是这边没有卖羹，然后这边的汤呢主要是味噌汤，然后里面加鱼丸跟油豆腐，然后还有附上乌梅汁，然后其他的话就是我去崇文老店每次都一定会点的凉面，当然不用说。我跟你讲，崇文的3色蛋，大家如果没吃过，请一定要试试看。那首先呢，我本人吃凉面，崇文的凉面，我个人最爱的就是一定要加他们的辣油，很香。你知道我们刚刚在拍照的时候，我真的是忍不住，我的筷子一直想要夹起来。我们双刀流，
嘉义的凉面最大的特色是它是扁面，然后会加北丑，跟外县市完全不一样。我们这一次还有去拜访白雪的老板，然后他就说，因为你知道土生土长嘉义啦，他说他人生第一次吃外县市的凉面是在 Seven 吃到的凉面，然后他在吃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翻，他想说怎么没有北丑，这是嘉义的特色。因为我们吃习惯，所以我们是吃外县市才会觉得很奇怪。那你知道北丑真正的由来吗？因为我们已经是第3代的小孩，第3代了。对啊，那我阿公是比较拿手日式的东西，他主要是做日式的美乃滋，最早一开始是搭在日式料理里面啊，那后来凉面的用途是后来是最后是被人家拿去用的，所以跟我们一开始的用意跟主旨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哇！太好吃，麻酱的香味跟北丑的味道，再带一点点那种酸的味道，合在一起刚刚好。而且我非常的喜欢崇文的麻酱的香气，是那一种很优雅，然后浓郁，可是又不会带太厚重的那种味道。因为面条也非常的 Q， 哇，真的是怎么可以呢？我对崇文的凉面是真爱。然后因为其实旁边就是平安，然后跟林聪明，大家如果来这一边走走逛逛的时候，真的一定要试一下嘉义凉面，我觉得真的是，好幸福哦！希望未来可以开上台北，这样我就每天都可以吃了。试一下加辣的，很好吃。等一下他还没咬，我们就是那种饮料插下去之后还没吸就好喝吗？好吃吗？很好吃哎。好，再来就是凉菜。嘉义特色除了嘉义凉面之外，还有就是凉菜。我跟大家说，我真的是超爱嘉义的凉菜，是因为非常的清爽，而且我真的不知道你们嘉义人真的很厉害。你看这个凉菜，它是茄子，很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煮过菜，有没有煮过？我没有在呛大家。可是茄子呢，基本上你煮完之后，它就会很容易开始黑掉。可是它们的颜色就是这么的漂亮。然后我个人很推荐大家来点凉菜的时候，一定要点苦瓜跟它的笋子，因为崇文的苦瓜处理的非常的好，然后切的薄薄的，你在入口的时候就非常的解腻，然后有种换味道的感觉，而且脆脆的。还有在荤整。其实蛮多县市都有荤整，可是嘉义跟台南地区比较特别的是，它会加红烧肉。很 Q 很香，哇，好好吃哦！再是三色蛋，崇文的三色蛋最大的特色是，因为里面有放那个咸鸭蛋，然后还有皮蛋，它混合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没有那种腥味。重点是很多三色蛋都会太咸，它完全不会。我知道你很挑，可是我跟你讲，他们家的三色蛋真的很好吃，我忍不住要跟大家推销。必点。这个汤呢，它是味噌汤，然后是小明特别准备的。如果大家来的时候吃凉面，想要喝个热的，就可以有味噌汤可以做选择。然后里面就有放豆腐跟油豆腐。皮蛋豆腐会加当然北丑，是不能搅碎啊。点皮蛋豆腐，你们是可以接受加北丑的吗？可以。会啊，我以前小时候在嘉义吃的很多就是那种板豆腐。再来是皮蛋豆腐了，我不知道大家是哪一派的，会把它拉烂派，还是会一块一块吃。我个人呢，自从别人推荐的拉烂之后，我尝试了一下，发现也太好吃了吧。然后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老店的话它是酱油膏跟蒜泥，再加一吃皮蛋豆腐，当然也是要来个北丑。虽然本店没有，但是呢，在这边给大家一次都满足，好不好？什么都加一下北丑，赞！我爱皮蛋，再来一个蒜泥，再北丑。你看，哎呦，这是1座3哦。大家一定要试试看加北丑，皮蛋的糖心味刚刚好，配上蒜泥跟北丑，可菲特。好快乐，不想要上台北了。你们如果没有人理我，我要吃我的最后一口皮蛋豆腐喽。皮蛋豆腐，我跟你讲，就是要满满的北丑，然后倒油安内อุ่อุ่的，这个糖心上面又有蒜泥，安内，哎呦，完美的结尾，满足。哎呦，
想打包很多回台北。我觉得崇文的凉面是那一种真的，你只要一想到就是会想念的那一种。还有凉菜，只可惜这种类型不适合宅配，但是所以大家就是要来店里面吃，刚好一条路，所有的嘉义小吃尽收尾林。吃完了我们的崇文凉面，嘉义特色的凉菜跟凉面，我拜托大家真的一定要来试试看。我之所以会很爱它，就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味道是非常的坚持的，所以呢，其实在过程中，不管是口味上啊，或是菜单上啊，其实都讨论的非常的久，连 logo 都讨论的很久，所以也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崇文的2代店。如果你之前来嘉义玩的时候没有试过嘉义凉面，就来试试看吧。加北丑的真的跟你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不用担心它太甜，因为崇文整体的味道的细致度抓得刚刚好，所以你在吃完之后，你完全不会觉得腻口。下一间，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在8月16号的时候呢，我会在这里，然后会有1日店长的活动，所以大家要记得来，而且它的位置非常的好。吃完凉面之后，旁边还可以吃个豆花啊，吃个林聪明啊，中间就是你的凉面赞。吃完凉面之后呢，我们就到隔壁来吃平安豆花。点豆花的时候被他们的豆花吓到吗？有，因为只有糖水，然后没有豆浆豆花。在地的嘉义人在还没有离开嘉义之前，豆花想象就是豆花加豆浆。我觉得平安豆花，我觉得蛮喜欢，它还有芋泥。阿尔豆花吗？比较特别是因为它有油条，而且它油条会放在保温箱里面保温。奇怪，怎么会是加糖？我觉得好不奇怪，就觉得哪呢？无糖的。我跟你讲，在嘉义人心目中，豆花就是加豆浆，不会特别点豆花的时候特别说我要豆浆豆花。然后我嘉义人的朋友说，他到外县市才知道，如果你要吃豆浆豆花，要特别讲说你要点豆浆豆花。嘉义人没啦，你直接点倒灰，它就是加豆浆的。然后这间平安豆花呢，我点了它的有点像是3件套，因为他说这是他们热门的品项。我之前吃透透其实有拍过这一家，然后我就点了它的芋泥、珍珠跟藕泥。你看这个，哎呦，水干呢。哇，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这是热门的品项了，因为呢，它的芋泥非常的绵密，然后它的豆花很嫩，而且因为我点的是无糖，所以整个甜感没有到非常的重，很刚好。它的无糖豆花超好喝，因为很浓郁，然后那个豆香味很赞。因为我超爱喝无糖豆浆，这个算是悠悠，很好吃。哇，它的豆花超嫩哎，幸福。因为现在外面天气非常的热，吃完崇文凉面之后呢，再过来吃个豆花消暑，赞。以前我其实刚上台北的时候要点豆浆豆花，比较少店会有，就是你要特别找。可是现在其实蛮多台北的店家有特别就是有豆浆豆花这个选项。原本以为是创新结果不是，对不对？啊，台北人，我们2年的豆花也都是糖水，所以我第一次在嘉义吃到的时候，我有惊艳到，就哇！但他们招待了一个冰淇淋，不知道是什么口味的，我们来试试看。而且这个盘子好像上面会印卓博远的名字。豆浆口味的，好吃，很浓，然后滑顺。大家来平安的时候，除了是豆花，也可以点看这个无糖豆浆豆花，因为我觉得如果你不爱无糖的人，也要试一下它的无糖。我觉得它的无糖很出色。而且店员很漂亮，不是我在说，店员真的很水。以我在嘉义吃这么多豆浆豆花来说，这平安真的是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如果你看着吃透透那一支没有看过，拜托大家再去点一次。虽然已经是5年前的片了，所以我觉得里面的店家还是很值得参考的。嘉义的米糕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用香菇瘦肉下去做肉燥，吃起来不会柴，口感比较湿润。男生随便吃就至少3碗，你不管吃鳝鱼面或者是米糕，就是都会有配免费的柴鱼汤让你喝。嘉义的柴鱼汤的风味跟风格其实是一致的。
接下来是嘉义米糕，因为大家印象中油饭是把料拌进去，当阿米哥是装到容器里面再淋酱。嘉义的米糕呢，它是米糕本人上面再淋肉燥，而且它的肉是偏瘦的，比较清爽。而且我要特别讲一下，嘉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不管你去吃春卷或者是吃任何的东西，或是米糕，他们都会附一碗柴鱼汤。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嘉义特色的。点了大碗之后又点了贡丸，你看那个大碗有多大份，加个肉，是吧？我觉得，哇，它吃起来比较湿软，可是不会整个都粘在一起糊糊的感觉，还是粒粒分明的。但是它的肉燥非常的香，加了小黄瓜之后呢，它是清爽派的，不错吧？我们有一个台南派的，因为他喜欢上面是肥肉多的。那饭好吃吧？饭好吃，饭好吃。可是它上面的这个肉还是有瘦肉，它这个精髓就是要有肥肉，没有肉很重。我想嘉义特色瘦肉比较偏多啊，但这间店算是有比较多肥肉的了。咬到肥肉好爽。很爽，我觉得很赞啊，因为我很喜欢它湿湿的、滑滑的，可是饭又粒粒分明。而且它的红葱很香哎，我觉得它肉燥杂汤，然后又有香菇的那种味道。哇！我不管点哪一间的米糕，都会点卤蛋，然后我会很喜欢把蛋黄拌进去，这有点邪教派吃法。可能在吃的时候，饭就会有那个蛋黄的香气，拌进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每一口都是精华，就像我们今天这支片一样，每一间店都是精华，好不好？怎样台南派的？没有看到你把蛋黄浇进去，我重新认可你选小吃的品味，那超香的，很好吃，大家可以把这一刀学起来。那你现在认可嘉义了吧？可以帮他加5分。给我来1分多是不是？喝一下柴鱼汤。我跟你说，我们现在是一个争论赛，因为呢，我们这一集还要去拍鳝鱼面，然后我们车上有2位我们的伙伴们呢，就是对于台南的鳝鱼意面赞不绝口。我跟你讲，嘉义耶跟台南的今天完全不一样，不同风格。我们嘉义的鳝鱼面也是很厉害哦。我觉得台南的比较厉害，没有，台南是大火爆炒，那个锅气上来，那个香气炸翻。我你们这种卡根型的，这不是同一个。嘉义这一集看我就对了，越来越嚣张。嘉义的鳝鱼面我觉得比较特别，台南的是快速卤炒的那种鳝鱼面，然后加上面条那种锅烧意面，跟我小时候吃的鳝鱼面又不太一样。嘉义是那种黄油面，就跟你传统印象中的鳝鱼面长得不一样。那我自己是喜欢吃清炒，但是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吃锦卤，我有时候吃青蛙汤。再来炒鳝鱼面，大家一定会想说，鳝鱼面印象比较深刻不是台南吗？没有。因为我嘉义在地的朋友说，一定要试试嘉义特色的炒鳝鱼，因为跟台南完全不一样的风味。台南是意面，也比较偏甜一点点；嘉义的话是这种的面体，然后也比较没有那么的甜。因为我之前是吃阿吉比较居多，这是我第一次吃螺山。我在地的朋友也非常的推螺山，他跟我说他们有一个那个口诀，你要吃清淡一点点的味道就吃阿吉，然后吃重口味一点就吃螺山。然后螺山因为它还有一个很特色，就是它青蛙汤，我就是一并点起来了。我上一次吃青蛙汤的时候是去云林北港的时候，哇，好香！然后首先我们现在吃炒鳝鱼，看那个老板大火在那边炒的时候，整个看起来画面超漂亮。哇，锅气超香！我蘸一下他们，很多人说来必加的是老板自己炒的这个辣椒，我现在真的超爱吃辣的。盘子太小，我很怕拉一拉之后它就整个飞出去。我怎么觉得阿吉的口味比较重，螺饭味道比较淡一点，因为它也是炭火烤的，所以它有镬气在。而且它有一个很加分的地方是它的洋葱是柳脆口的，所以它口味上重的时候，你在吃到洋葱的时候，那种刚刚好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比较清爽解腻。但一定要加辣，我觉得加辣之后整体的味道又不一样，而且它是朝天椒那种辣，你吃下去之后它不会辣舌头，它是你的整个口腔会有那种辣油的香感，很棒。
因为鳝鱼啊，炒的程度也刚刚好，Q 嫩 Q 嫩，咸香的很刚好。我觉得夏天这样一吃啊，立刻就开胃了。因为我自己平常炒洋葱很喜欢把它炒得很软，它这个留有脆度真的是很一绝。我觉得老板很厉害，因为店里面其实有点热，可是他在大锅里面那边炒的时候，我就哇，没有汗流浃背，真的很强。吃完炒的，我们来吃看煮的。我其实很喜欢砍给的鳝鱼意面，因为包含我比较常吃的那个阿吉，我也是比较喜欢甜给的。我先直接就给他来一匙辣的呗，我好喜欢它的辣酱哦，这如果单独卖，我一定会买它。我刚刚不是我觉得阿吉比较重嘛，我觉得炒的阿吉比较重一点，不过汤的话，罗山比较重一点点，然后吃起来是那种咸香，但你的那种辛香料在口腔里面爆炸，感觉比较明显。我觉得它跟阿吉完全是不一样的路数，但是两间店都把鳝鱼煮得很好，因为我觉得 Q 中带软，煮的啊有点像南部羹，然后咸香味比较重的那种风格。不过嘉义特色店真的好多，因为其实嘉义还有一个特色是我们这一次没有拍的，因为真的太多了。其中一个就是鸭肉面，然后它是加粉红酱的。而且它煮鳝鱼面的那个鲜味，我觉得又更浓郁一点，它也有锅气，然后我觉得煮的香味也会再更明显一点，而且一定要加辣，它辣太好吃了。不过阿吉我也是喜欢它的汤的，这一间我也是喜欢它的汤的，我觉得大家都试试看，因为我发现在地人最常点的好像是炒的。我们来吃看这个青蛙汤，哎，才150块，超大碗呢。先来喝一口汤。哇，冬天一定要来一碗，它带有一点点麻油的味道，然后姜味很浓，很好喝哎，它很像海产汤会出现的味道，那种蛤蟆姜汤的那种味道，这很好喝哎。然后他刚刚有附这个酱，他是说是拿来沾青蛙的，拿来沾青蛙的。哎，你们有人会怕这一段吗？怕青蛙肉的人？它汤匙这么大，这个是要分食的意思吗？哎，青蛙肉超好吃，很嫩的鸡肉的感觉。青蛙汤要点，然后这样子它的炒青蛙、红烧青蛙，好多青蛙，我很想要多试试看呢。而且它胶质很多，你那个嘴巴会有点微黏。然后我今天没有特别点腰子，是因为我想说这一集是主要以特色为重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蛮热的。但它跟北港有点路数不太一样，因为北港会整只青蛙在那边飘。它有红烧跟清蒸，清蒸就会整只躺在那，它就把它切块，不过它的纹路看起来还是蛮明显的。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青蛙肉很像鸡肉，可是它吃起来也有点像鱼肉哎。这汤真棒，好，我下次一定要冬天来试一下。不过青蛙果然是小小只的，它的骨头好多。要不是因为它长得实在太青蛙，不然我都以为我在吃鱼肉哎。而且老板很会调酱哎，它这个沾鸡肉的酱啊，那个酱油是干，不是死咸的那一种。哦，而且你看它蒜头超多，这汤真的是把它吃掉了。我很喜欢它的汤哎，好像在喝补汤。他应该没办法想象怎么会有人把汤里面的蒜头全部都吃掉吧？哇，吃完了。我真的蛮推荐大家可以来试试看的，因为我觉得它跟阿吉的风格对我来说蛮不一样的。然后我两间都蛮喜欢的。然后这一间的话，我会推荐它的卤的鳝鱼面，然后跟它的汤。然后我觉得嘉义啊，目前直到现在大家有发现有一个特色吗？就是他们的食材都非常的新鲜，因为even是这种蒜头跟卤熟肉啊，还有重温的凉菜，就是这种类型的东西，因为它没有用过多调味，所以呢，它东西一定要新鲜好吃，才不会就是你在吃的时候有一股臭味，或是有一些什么味道，所以我自己蛮喜欢的。OK。嗨，拍完了这一次的只有嘉义才有的特色美食，最后再加一个这个嘉义的盐酥鸡店跟卤味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一个品项呢，就是鸡背。这个真的是我只有在嘉义才吃到的。然后呢，我在嘉义的朋友说这是小资女的最爱，因为呢有骨头可以蹭，又有肉可以吃，就是他们个人蛮喜欢的。就是买鸡背变成是说你有一点点肉可以吃，然后它又很便宜，因为它那个烤得很脆。我现在讲好想吃哦。所以大家来嘉义的时候有兴趣也可以试试看，也希望呢大家
家可以喜欢崇文的2代店，因为崇文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品质非常的要求，然后我们这边大家也知道，我之前出品的各种东西，我们对于东西也是非常的要求，所以2个品质要求撞出来的新店面，希望大家会喜欢，也希望大家多支持。然后在8月16号的时候呢，我在崇文的2代店会有1日店长的活动，也希望大家要记得来参加哦。详细的详情可以到水咖或是崇文金卤面的 IG， 然后或是 Facebook 可以去看一下更详细的一些资讯。好，那今天影片就到这，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对于嘉义有不一样的印象，也非常感谢大家看这支影片，就先这样子了，大家拜拜。大家来嘉义玩哦，耶！反正这边不可以摸摸，他果然懂看哎，懂得认漂亮姐姐，很有品味。